小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小我，小我到底是什么？小我是谁啊？就是我，就是你，就是他的我。小我在佛教里面没有叫做小我，在佛教里面称为我执，然后我执是佛教把意识分为8个部分，视觉的意识就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耳鼻舌身体，还有意就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前面6识，然后第7识叫做莫那识，莫那识就是小我的意思，就是我执。那第8意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阿卡西记录。所以佛教把小我当成意识的一种。那在比较原始的佛教里面，其实是没有莫那识的，也就是没有把小我区分为一个意识。那第8意识就是我们对世界所有的认知这些东西。那小我只是对世界的认知的一部分。那把这个部分划分出来，变成一个小我，变成一个我执，单独的一个意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小我本身，它其实对于佛教来说，它不存在的，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探讨意识的时候，发现，我们认为有一个我，这些信念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把它特别提出来，当成一个意识的主体，然后称为莫那识。那也就是说，小我其实对于佛教来讲，原本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才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的重要性，而把它列为一个意识。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原本这个东西是不重要的。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想说有一个什么我啊什么。但是父母亲就会告诉我们，你是谁谁谁，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要吃啊，你不能什么啊。然后开始一直觉得，原来我跟外面是不同的，我是一个单独的东西。那外界的世界就是外界的世界，然后我是我。那变成我们就会把这个一些信念当成是一个我，就这些信念包括身体啊，然后包括我的情绪啊，我的个性啊，我的想法这些东西，然后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我。那这些东西原本每一样拆开，我们都会发现，其实都是我们的工具，身体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用来行动的工具。那想法就是思考，脑袋也是我们用来在这个世界运作的一个工具。那我的个性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些信念所组合出来的。那这些随时都可以变的，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组合出来，变成把一些原本不是属于我的东西组合成一个东西，叫做我这样。然后原本这样组合出来，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方便我们跟外界区隔开来。右边有一个我的主体，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是外界。那这样区隔开来的时候，产生的我跟他的区别的时候，进而可以让我们去体会这个世界。当我们没有跟世界区隔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去体会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一种彼此的感觉。我是一个体会世界的一个方便的工具。那原本这个工具是我们在操作的，但是后来很快的，他就把这个主控权给抓在手里了。然后因为他会在脑袋有一些声音，然后他说现在怎么样？我应该怎样怎样？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开始下命令，然后我们就去运作，就去做，然后变成他是我们这个整个人的一个主控。由他来操控这个舵，然后变成我们的生活就被小我所控制了。只要脑袋有什么声音，然后我们就照着做，那就变成这样。那原本它是我们的工具，变成我变成主导权，变成他掌握了，然后变成我们是他的工具了。那小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以至于他操控这个身体，操控我们的想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产生很多问题，很多让我们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它的运作是很死板的。他用一些固有的信念，然后来运作这个生命，然后导致生命都活在一种虚假的信念里面，然后一直搅和。小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怎么溶解掉小我啊？怎么溶解掉小我？其实不需要溶解掉小我。小我它既然是我们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工具，在这个世界上，它有点像就变成我们在这游戏里面的人物一样。那人物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来探索游戏。那但是这主控权我们就必须把它抓回来。
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往东，我们不一定往东；告诉我们往西，我们不一定往西。就是所有决定权是在于我们，而不是在于他。然后，当我们不要想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停止，也可以让他不要一直说话。那这样子，他对我们就没有影响了。那怎么样让他不说话？就是让他觉得他说话说再多也没有用。就是我们只看着他在那边一直讲，他其实会在我们脑袋一直说话，一直说，但是我们都不理他。这时候他说再多也没有用，慢慢他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人会说一直讲，然后对方都没有反应。对，就是这样。一段时间你都不理他之后，他自然就会停止，而说不下去了。对，小火也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理他，然后还顺应他，还延伸他的时候，他才会一直废话。当我们都不理他的时候，然后他发现，好像讲也没有用，那他就会不讲。当不讲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主导权就开始抓在手里了。我们可以选择要想还是不想。照理说，我们想事情是脑袋是一个工具嘛。我们有需要想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去想；没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有声音。但是每个人的脑袋变成从早到晚都是有声音的，他会一直讲。那这个就是小我的作用，他会一直叫你那个不应该这样那个应该这样昨天那个怎样他会一直驱使你去控制你，去操作你。当我们不理他，然后慢慢他安静了，这时候我们就真正能主导生命的这个自由。小我是这样，但是小我其实他要如何？当我们不理他的时候，他会反抗，他会有很多挣扎的这个时候，他会用他的话术去说服我们动摇，去行动。这时候小我是非常狡猾的。他会用一些东西来包装他自己，然后去告诉你应该怎样。就即使是灵性的讯息都会被小我包装，然后变成他来使用。原本灵性的讯息是让人家把小我放下来，但是小我会把它包装化之后，变成他自己的工具。这个之前我们有提到说灵性我慢的这个部分，这也是小我他会包装自己，然后变为他的用途。所有灵性所开发的，不管是功能还是一些体会，他会把它包装成他的成就，而不是我们的体会。我体会就很单纯是体会，比如说我喝了一杯咖啡，这杯咖啡有点酸，带有一点苦，但是很香，这个就是我的体会。但是小我他就不会把这个体会当成只是一种自然的体会，他把它包装成是他的。我非常的有品味，所以我喝出这杯咖啡是怎样的感觉，是因为我有品味，我非常能够品尝咖啡的美味，我有很细致的这种判断力，很细致的这种新鉴赏能力，是因为我很棒。可是之前不是说老灵魂都是比较有品味的吗？有品味是他对于世界的一个所有细致度能够辨认，但是这个不是小我的成就。这是因为长时间灵魂这么久的在世界的观察，而导致观察能够在很细微的方面都能够觉察到，而不是小我的成就。但是小我就把它变成是他的功劳，他的成就。对。其实一切的东西都是很自然的。就我喝一杯咖啡，或者我体会到能量，体会到气，体会到我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什么，就算有这些功能，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不是我的功劳或者我的成就。那小我就把它抓住，哇，我现在好厉害，我大概已经可以当大师了，我开悟了，我好强，我最棒了。所有东西都被他抓在他手里，然后认为是他的成就，然后来蒙骗我们真正的意识。可是这会不会反过来就是我们只是分享我们喝咖啡，但是别人就说你自以为是自以为很厉害自以为很有品味当然有可能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明明在分享这杯咖啡如何，但是会变成说别人就会看你在喝咖啡，自以为很有品味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到小我的其中一个功能。小我其实是不存在的。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不存在，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必须要用很多的标签来贴它自己，才能把它自己贴出来。其实有点像一个空心的花瓶，然后整个花瓶是用一块一块拼图去贴出来的。那当我们没那些拼图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个花瓶，是空的，没有东西。但是我们用一块拼图就一直贴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有那个花瓶。那小我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需要用很多的标签去把它自己建构出来。那每一个标签都是怎么去建构出来？常常是基于比较，就是我比你好，我比你强，我比你强大。当你小我一个人的小我跟另外一个人的小我去对到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你不可能比我好，你比我好，我就一定要打败你，我一定要证明你没有比我好啊，这时候我才能彰显我自己。所以他必须要彰显自己，然后他就会去批判，然后去说对方其实并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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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就是会说对方。你假的，你根本就不会喝咖啡，你只是看了几本咖啡的书，然后你就说你是咖啡专家，自以为很会喝，就看别人喝咖啡就说你自以为你很会喝咖啡哦，自以为自认为是咖啡专家，对啊，但人家只是分享喝咖啡。喝了有什么感觉，就很单纯但是小我他可能就会反击，因为你其实是假的，你根本就不会喝，你是看书来的。但其实对方只是在分享他喝了有什么感觉，这么单纯。这就很好分辨，这就是小我的其中一个现象。如果你想要养生的话，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出发点啊，还是出发点，还是出发点。可是有些人没有想要养生啊，就觉得没差，我就是想要批判批评啊，就是想要尖酸刻薄啊。就是想要觉得很好玩啊。他有没有想过一点，就是其实他在维护他自己或者在批判的那些想法，其实并不是他。他也是被操控的，他被他脑袋的声音操控了。我们要说的是，每一个人其实，在还没有解脱之前，我们都会被我们的脑袋声音所控制。还是只是说每个人玩的东西不同，他可能就很喜欢玩批判，很喜欢玩攻击别人。那我们可能就喜欢玩例如环游世界啊，玩游乐器材啊，只是玩的东西不同。谁在玩？就是那个玩家。玩家不是脑袋的那些声音，脑袋的声音告诉他要去批判别人，那其实他是被他脑袋声音玩的，而不是他在玩这个游戏，这个就有很大的分别。每个人都会觉得不自由，不自由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被我们的脑袋的声音去驱使，所以我们常常会有痛苦，常常会有焦虑，常常会有不开心。可是我们要玩环游世界，那也是脑袋的声音啊。脑袋是被我们所用的，而不是我们听它的。我们可以用脑袋思考说，哪一个国家现在比较凉快，那我们去比较舒服的国家玩，这个就是思考，而不是我们被它控制说，其实我们玩要看现在应该怎样，他会说出一大堆道理。那些东西搞不好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不是被我们所用的，而是他一直要灌输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这个你说这个有差别哦，就是一个是使用我们的脑袋，一个是被我们的脑袋用。对呀，我们被脑袋用去了。那很多人没办法分辨吧？其实不用分辨啊，脑袋的声音全部都是小我啊。就是小我是左脑吗？左脑只是小我的一个工具。对啊，就小我主要是用左脑的啦。没错啊，小我主要是用左脑的。小我就是我们会认为有一个我，并且这个我跟世界是分开的，然后我跟别人是分开的，然后就开始有了我对世界有什么看法，然后什么东西对我是有利，什么东西是对我不利的，那就会产生好与坏的一种批判或者接受，要跟不要等等，这些都会雪花一样滚出来。那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说，为什么不能批判？为什么不能讽刺？为什么不能怎样？我们都有言论自由啊，言论自由，除非是什么高压专制的政府才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不能批判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尖酸刻薄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可能政府不满，对社会不满啊，可能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们就是要勇敢说出来啊！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只有高压专制的政府才不允许人民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发言啊！其实刚刚一直讲到现在，整个所有的说法都是基于一个小我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然后去说的一些话。其实小我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要素，就是小我不能够不存在。小我他其实无时无刻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它是空的，它原本就没有内容，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叫做我。然后我们必须要用很多标签去贴出那个我。刚刚这么多言论其实都在包装我啊，都是在说我为什么不能怎样啊？其实我怎样啊？如果不是这样啊，不就压迫到我？然后全部都是去维护这个小我而已。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也是没有问题啊，都是一种自由。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是，如果你一直去滋养这个小我，其实你灵性并不会产生很大的提升。然后你又却说我在提升灵性，这样其实是我要扬升啊，我要提升啊。其实你只是在想办法去巩固这个自我，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第二点就是，如果凡事都用批判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的话，你丢出来这些其实是负面的讯号，负面的信念。那负面的信念你就以负面的情境回到自己身上，那这个其实没有人要，这是没有人要，没有人要啊，没有人喜欢把负面的东西
回馈到自己身上。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自己要清清楚楚，我们丢出去的是爱还是负面的讯号，还是攻击，还是诽谤，还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它负面就是负面，丢出负面就回来负面。当负面回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一定不舒服的。那我们是可以告诉他说，其实他这些丢出去的念头，其实不会让他自己舒服。那只是这样。另外一个，他一直去用很多的事情去巩固自己的自我，保护自己的自我，其实对他灵性的提升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小我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工具，没有小我们很难体会世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就像玩游戏一定要有一个人物，你没那个人物，你很难去玩这个游戏。那有了这个人物，就方便我们利用这个人物跟游戏场景啊、跟别人啊的一些对比，然后来可以产生一些体会，然后来玩这个游戏。所以小我本身不是一个罪恶，它不是一个问题，它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就像游戏里面的人物，它绝对不是一个问题，它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但是当我们被这个工具操纵，然后变成工具才是我们我们的意识被它拉着走，那这种情况就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情况，而且会让自己很不舒服，很不自由，而且对世界的体验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灵性要提升，必须要从对小我控制这种情况解放出来。对啊，你可以有小我嘛，就是你可以建立你的一个角色啊，你可以建立一个我，你可以说我的名字叫巧巧，我很喜欢巧巧这个名字，墨子，然后我很喜欢吃西瓜，我想要去环游世界，我想要看书，我想要干嘛干嘛，我想要当美发师。那我的个性很活泼开朗，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都是自己选择的，是自己选择了我要什么，这个角色他有什么特性，他喜欢什么，他想去哪里。都是玩家自己选择的，而不是被我们的脑袋，然后一些声音告诉我们，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选择什么，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们就觉得，脑袋说的有道理啊，听他的，然后就完全被他操控了。这个差别在哪？一个也是我要，一个也是我。有时候我们不用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就是当我们观察着一切现象，我们观察这个我在运作，也观察着世界在变化，那这个我升起了一个想法。他升起了一个想法我想要做什么？那这时候真正的你可以做一个决定，要听他的或不听他。今天我想吃牛排，那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真正的选择权、控制权是在你的那个观察，也就是玩家，而不是那个脑袋。当你如果被脑袋控制，就会变成这样。今天我想要吃牛排。然后你就开始延伸，然后要去哪里吃呢？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个延伸，我摸摸口袋，今天口袋有多少钱？然后想去哪里吃？好像又不能吃，然后就一大堆想法，然后就在脑袋里面一直转。其实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如果是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是我今天想吃牛排，你要，然后你想说好，然后就去吃就结束了，没有很多的这些一直在那边转的事情。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可以用观察的角度去听听看我们的自我，他提出了什么，然后我们并且可以接受要或不要，走或不走，做或不做，我们在主宰，而不是那脑袋。当他说我今天很想吃牛排，你也可以说不要你也可以不去。平常以前的所有的大家就是在脱离这个小我前，我们会100%都是听小我的命令。但是你只从这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然后并且跳出小我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你就变成其实你很多事情你可以要或者不要，那个主控权就是你，然后可以并且在你不需要想事情的时候，它能够安静下来，就是这样子。小我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慢慢我们在以后再慢慢继续来讨论。为什么不讲？因为我们在讲很多其他主题的时候，也会碰触到小我，我们在利用那些主题，然后来探讨小我这个部分。因为小我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其实它复杂也很单纯，它就是一个用标签贴出来的空的东西，它并不是真实存在。小我一定要比对，比对是一个最基本的。就像之前我有说过，我们如果在一个大自然里面，然后也没有人，这时候我们的小我能够存在吗？它就不能够存在。小我对这种自己不能够存在的状态，其实是很反抗的。所以你在一个没有办法有小我存在的环境里面，然后你会待不久，因为他会一直念，他说好无聊真无聊，打电话给那个谁出来喝2杯，然后打电话给那个谁出来聊聊天，然后没有人可以找的时候，赶快上线上游戏跟人家那个副本怎样，然后怎么就开始跟人家聊，然后他必须要比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比，这个时候他的存在感会越来越弱，他就想赶快找到可以证明他自己存在的事物。所以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我们其实小我其实没有作用，那这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小我的，但是他会很快的就会去想办法将你脱离那个状态，赶快去建立它的存在。小我今天就谈到这边，以后我们会讲到不同的主题的时候，其实都会牵涉到小我，这时候我们再把那个部分单独拿来讲。OK， OK，拜拜，拜拜。